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的频道。今天的主题很特别，我们来聊聊在荷兰遇到的鬼故事。因为我们来荷兰已经快2年了，那身边有蛮多朋友陆续来到荷兰，那就从这些朋友的口中听到很多他们在荷兰刚到荷兰要适应这个新环境的时候遇到重重关卡，各种奇妙的鬼故事，什么奇妙的事情都遇到。那今天来分享主要目的不是说要消费他们，主要是让之后要来的人可以知道有这些坑，然后可以小心一点绕过去。有些可能单纯他们运气不好，有些可能是真的是有这样的规定没有注意到。对，大家都可以参考参考。那如果后续还有很多观众有遇到一些很奇妙的状况，也欢迎投稿，那我们就可以把它做成下集。是留言还是直接私讯我们的粉专？他们方便就可以哦，甚至可以私讯了，那我们再私下聊，对啊，再做成下一集再分享给大家。这样故事就会是比较了解他们细节之类的啊。好，那我们今天因为收集了一些故事嘛，然后也有征求到他们的同意，我们今天主要就照时间轴来讲这些故事。你说的时间轴是指说什么的时间轴？他们抵达荷兰的时间轴，一个人不管是谁抵达荷兰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啊，就是以这样的顺序来说这个故事。就假设这些随时都发生在同一个人身上，就可能大家直接回台湾了。对，没有那么惨啦，还好啦。只是听完这个故事串起来就觉得啊，算了，我回去啊，这到底什么地方？好，那我们故事就先从落地在就是要入境荷兰，叫入关嘛。入关大家会记得有一个地方什么不用申报走这里，要申报走这里。那一般大概就是走不用申报，准备入境了，大部分的人。那就有朋友遇到他走不用申报，然后那个人就问他说，海关人员就问他说，你有没有什么新的东西没有申报？他说没有啊，想不到没有。我说好，那你的手机拿出来。他就拿 iPhone 出来，他跟老婆同样时间买 iPhone 拿出来。那海关人员很熟悉那个界面，你中文他也是很熟悉，他这样操作，然后看，你的保固什么时候开始的？你这只手机还没有用超过半年哦。然后他就也很厉害，那朋友很厉害，他找出购买证明，说，你看这个是购买证明，因为他那时候有一些换货啊什么的，所以保固就比较晚才开始，等等的，对。然后他用那个购买证明算一算，差1个礼拜才半年，说半年内算是新品。那时候怀疑那新品又怎么样？你看我今天如果来荷兰，从台湾来荷兰玩，我在台湾买一只新的手机来荷兰旅游，然后飞回去，没有问题啊！你怎么问我入境荷兰要跟我收税？没有道理啊。对，那时候也这样想，但关键在于我们移居来荷兰，我们用的是 MVV 签证。MVV 签证就是你有长久居留的权利，然后你这次入境用一个暂时的入境就是 MVV。那既然你是荷兰的居民，你在海外买的东西超过443欧元的新品，不管你是自用是要来转卖，都应该要报税，21% 增值税。对，所以我们入境荷兰跟一般旅客是不一样的。对，这个要特别注意。尤其他第一个会查就是你有没有3C 电脑或者是手机，是最好查的。对，就是他最容易查的嘛，单价也高。对，尤其是 iPhone 一看就是超过430欧元。如果你拿什么 Enjoy 白牌机，就还不一定，他也懒得跟你那边 argue。对，那这就是很衰啊！一进来就付了很重的那个保护费。那海关人也很好，他没有罚他钱，只有扣他税，2只手机21%，扣2只的税。对啊，2只都扣了。对，然后也有讲这个鬼故事，也有人是遇到一样状况，但是好的结局的。海关他说你有没有电脑？说有啊，我有电脑啊，都是旧的。电脑嘞？电脑还在行李转盘，赶快跑回去拿。海关没有问他就忘记了，就出去就入境荷兰。入境荷兰就拿不回来了，放在一起。所以也是有人这样运气好。我们好入境荷兰以后，在第一件事通常就是赶快去领居留证，就是 make appointment 去领居留证。那先讲第一个就是他们有预约时间嘛，然后刚好前一个行程在停车场出不来，因为停车场不收信用卡，那你刚到荷兰你只有信用卡，所以他们就出不来，花了好一番功夫才出来。所以到市政厅的时候，或者是那个 Express Center， 反正就办居留证的地方，迟到了10分钟左右。对，他就说你迟到，所以这个 appointment 就取消，你就再约。但是你再约可能就要再约1周甚至更久之后，这是很严重的事情。因为居留证会卡住后面很多的东西。所以领居留证这个一定要特别注意，要准时。对，因为这个东西真的后面卡太多。也不只是居留证，因为居留证这些后面的卡东西，应该说在荷兰大家都蛮守时的。你哪一时间点，你该出现在那边，就 appointment 是什么时候，就是那个时间点得出现。有时候超过5分钟、10分钟，他就是 cancel， 拜托你不好意思，你改天再来，改天预约另一个时段。你没有再跟你说，那不然你稍等一下，等下帮你查看可不可以进去。很难。对，不像台湾公务员真是，台湾公务员扶贫真超赞。那讲到居留证，那再来另外一个 case 就是他们居留证去申请过了3个礼拜之后，
那个你说他们申请了很久，然后一直都没有拿到，一直都没有消息，最有趣的是，他们住的地方是某一个城镇，但是公司的 HR 帮他 make appointment 在另外隔壁的大城镇。那他在那个大城镇申请，那申请了好几个礼拜都没有下文。他就打电话去那个申请地方问，因为一般来说，你居留证申请1个礼拜或2个礼拜吗？申请当下拿到。哦，我们是申请当下拿到。那所以他觉得很奇怪，他就去那个申请的地方问，那个地方说啊，你申请的那个1个礼拜内，我早就寄到你们那个城镇去了。然后他就打电话去写信去他们那个城镇问，都没有下文。结果他就有一天直接杀去他那个市政厅，然后那里的服务人员都知道，他只要说我是在问那个居留证，大家都知道是他，因为他已经问过很多次，然后才知道哦，原来那个承办人员休假去了，这个案件就直接停在那里，他们就一直很久没有收到。这就是荷兰没有所谓的代理。对，很少啊，没怎么听过，很容易就是这个东西业务是谁负责，你就是等他休假完，事情都处理好了之后，他有回到工作岗位，他看到这个东西要处理的时候，他就会处理了。这是我们刚才荷兰很不能适应的一个很大的点。对啊，因为卡住。对，因为在台湾不太会有这种等待，然后打电话不一定找到人。讲到居留证，我们自己也遇到一个情况，我们在领居留证的时候，那个明明就很快手续，那个人核对2个文件看超级久。他看超级久，我就觉得很紧张，不妙。对，就他最后跟我说：“你的出生地，你的护照写台南，你的英文户籍本本、出生证明写台湾，你这2个不一样。还好他说我可以先给你居留证，但你之后记得要补件，然后2个月之内要补件。对，那也是有运气很好的人，就他在发的时候，那个承办人没注意到这件事就过了。那总之我们的那个不 match 嘛，那时候就很焦虑，然后赶快请台湾的家人接力游戏，就是请。我家人那边帮忙去办理出生地的户籍等本，因为那个一定要是你出生地，对不对？一定要地方政府出生地就是地方区公所，对才有那时候的资料。对，然后再寄到台北，然后再做一系列的公证，然后再寄到荷兰。我那个真是劳师动众。对，而且那时候就是快农历过年了，我们就是农历过年前后。对，而且这么多人都移居来荷兰，我们怎么会是第一个遇到这种问题？超奇怪。所以之后。台南出生的还是台南哦？没有，因为户籍登本出来就是写台湾。哦，好吧。对，大家就是看运气或者你要做准备。然后讲完居留证，接下来就讲我们自己的故事。因为居留证下一个通常你会赶快银行开户，你才可以把钱弄来荷兰。你要买一些车啊，买什么东西？对，那我们银行开户的时候，我那时候就是选择是线上开户，感觉比较方便比较快，但事实完全不是这样。因为那时候选择线上开户以后呢，他会要求。他会有一个第三方的合作公司来跟你做照会，他确定你是本人，他派一个人来跟你核对证件，核对你的脸，然后 OK 没有问题。那时候他就来啊，就核对完了，然后都没有下文，隔了1个礼拜，银行打给我说，要再核对一次。我问他说发生什么事，银行说还不知道，我也不知道，然后就真的他再来一次，核对完以后，他叫我签名，我就签了。我说他上次核对没有签名呢。我说哦对啊，他可能就是漏掉这一步，所以我在那边白等1个礼拜，整个开户就卡住。然后开户完以后，好笑的是要收集满，我记得是4封邮件，分开寄。他说为了安全的考量，他分4封进，什么PIN码1封，读卡机1封，银行卡1封，然后还有一个什么忘记什么东西1封。你要集满4封，你才可以用它的线上银行的功能，才有收集完龙珠的感觉才可以用。我光那4封，3封大概每1封都间隔1个礼拜，最后1封寄丢了，因为他读卡机，我说都没收到呢。他说你就像再申请一个啦，就再申请就马上寄来了，他那个根本就没寄。然后好笑的是，我们收集完4封，好不容易可以用银行了，钱要准备从台湾过来了。他遇到台湾过年吗？结果那一周是台湾农历过年，台湾放1个礼拜，我就这样一个卡一个刚好接起来。对，然后时间卡很久。对，那卡住以后呢？因为其实银行账户也卡很多东西，例如说，所有的钱都没办法用。你的门号，你在这里的门号，它是绑你的银行，就是你用银行账户先。类似预扣一下，他确定银行账户有连接，就可以办你的那个月租门号。我们因为这样子月租门号一直不能办，所以我们后来那段时间是没有门号，还是有那段时间我们在台湾就先买了那个预付卡，大概可以撑30天之类的。那时候觉得一定够，结果银行开户开了1个月。那后来我们不够，后来又怎么办？没有，我们后来有用朋友的银行账户先请他帮我们，就是第一次帮我们开通，之后再转到我们的银行账户。如果他没有不小心扣钱，就再给他。对，那时候是暂时这样处理。不然也是对很衰。然后银行开户的故事还没有结束。我们那时候银行开户完是用我的名字，先用我的名字开的。后来我们想要转成共同账户，对，就2张 debit card，然后账户是共同持有。那我们那天我想说，上次那个线上申请太累了，我就现场make appointment，就现场办
现场服务真的蛮不错的。但是那天是感觉是一个新人，后面有个资深在带他，就是怎么下一步什么下一步什么，现场都办完了啊，一切 OK。那天是礼拜五，结果礼拜六我线上银行登进去，我登得进去，那个账号我的账户不见了。不是账户不见吧？是账户登进去，然后对我里面是账号0元吧登进去，然后里面看不到任何的子账号，因为我活成账号什么定存什么的，一个账号都没有。我吓傻，因为我那时候钱已经转过来了嘛，准备要买车子、买房子什么的，那吓傻，钱不见了，而且又周末没有人会理你，银行才不会管你。对我没他这边没有什么周末免费客服，24小时客服，没有这东西，你就担心一个周末，然后你就是等到下工作天礼拜一开张的时候。对，那时候周末拿我的提款卡去提款机插，看有钱在里面，我那时候就因为那时候在电脑前面也是真的看不到，然后那时候也对你看不到，所以你不能转账，你线上事情都不能做，心情就你只能去领现钞。对啊，那还好你看到是有，对，确定有就好。礼拜一上班我就打电话过去，然后反正就是客服转接，然后转接到一个人，他说你礼拜五办的那可能那个承办人才帮你处理，他等一下可能来上班，我跟他说，然后反正后来接到那个承办人，他处理就马上好了，他感觉就是少按一个钮，就完 complete 了。对，我想说这个内部集合会过这个 SOP 流程，这是荷兰咯，这就是荷兰，这么大的银行太扯了，这就是荷兰了，习惯就好。不知道他们有没有经管会的，应该去翻译一下。都不知道好，然后再来也是一个朋友踩到的坑，就是这个要特别提醒大家，你要来荷兰买车，你只要有国际驾照就可以买，不要以为你一定要拿到荷兰的驾照才可以买车，因为荷兰驾照也是大工程，要花很多时间才可以换到。他不用任何的身份要不要？就是有没有需要居留证？对，他要居留证，那个我影片有讲。但我意思是说，你有国际驾照、护照、居留证，这个情况你就可以买车了，就是不用到也要荷兰驾照的时候。对，这个要再提醒。可以大家对，不用等，盯了好久都没有车，对，很辛苦。然后再买车，还有买车呢，因为我现在遇到的 case， 不管你买二手车、买新车，你用国际驾照买的，你都不能在车商那里过户，他都没有办法帮你过户。你一定要自己跑一次他们的监理站，就是 RDW 去做过户的动作。之前不是？对，只有一个例外，但我不知道是怎么发生的。我听到其他 case 都是要自己亲自跑向 RDW。那这故事就有一个朋友，他知道我刚刚有说过要去监理站先过户，可是车商跟他说不用。结果交车当天，车商要求才跟他说，对，搞错，你要去监理站。是真的要去啊？对，所以这个自己再三跟车商确认一下，不要当天你才要跑去监理站，很麻烦。对，就是很麻烦。因为监理站不是说就在隔壁而已呢。对啊，就是大城市可能才有，大城市就会有了，是不是？对，一般。我也是Wall Street呢。可是通常是你你就是没车才买车嘛，你没车要跑一趟监理站，那个都是很麻烦的事情。对。然后再来一个也是买车的故事。买车怎么那么多？对，那买车他们要坐3个多小时的火车去交车，然后一般荷兰的就是你的荷兰的银行转账是马上转就过去就到了。对。但好死不死，他的钱是在 Revolt， 就是那个线上的信用卡账户里面，就是储值的信用卡的账户里面，那个转账是要好一阵子才会入账的。就他就是当天早上转账，然后就出发去领车，坐了3个半小时的车。然后就坐个3个半小时的火车才回来，没有拿到车。为什么？钱没有进去啊。他当天早上转账，钱还没到对方那里。他不会马上就转进去，是不是 ？Revolt 不会。那 Revolt 会隔多久？我忘记多久，几天吧。几天哦？到几天哦？对，不是一天哦。因为它不是一般的银行账户，它是一个信用卡账户。那所以通常这样建议的话就是建议是说，你确定钱已经转再出发这样子，是不是？对，转到了再出发。对啊。不然你坐3个多小时的车去，然后空手坐3个多小时回来，重点是车没拿到。还好那个车上后来说，就是下次来帮他开过来什么的，但对，就是而且全家去哦。他们是全家去吗？对，领车全家去，小的一起带去火车之旅。对啊，也是走一趟了，不错。对，好惨哦，是哦，那个真的是。对，大家故事真的是，你看全部串起来是想回家了。多彩多姿，大家真的不容易。接下来就讲那个换驾照这件事情。我的影片有特别讲到，就是台湾人换驾照，你不用有30% ruling，你一样可以直接换。对，那通常公务人员蛮多人不知道这件事情的，可是你要自己很有坚定的跟他说，请你查一查。对，我遇到的 case 就是我的文章很强调这件事情，我把官方的网页的连结放上去，他到市政厅跟他说我台湾人我不用30% ruling，我一样可以换。
他说不行哦，不行，你就是要10% ruling。他就拿官网文章给他看，说没有，就是要。公务员很坚持哦，但是你一定要更坚持跟他说，我确定有，请你去问一下。他真的去问了很久，后来说哦可以。还好他有坚持。对，然后我听到的大概70%照片都是不合格。哦，对，没错，所以我觉得好像也不用真的。虽然在台湾照就是用护照的那个规格是不行的。对，他我不确定到底是真的不行还是怎么样，但是他偶尔就真的是叫你去附近的相馆拍一张，那无论他多丑，他就是可以过。相馆，然后1、2、3，好 ，OK， 好。也没给你，好像也没修图，对不对？没有修图，他也不当下就拿头歪了。我觉得他只是有一个人的拍立得而已。对，他不跟你说头歪了哦，正一点。不会呢，没有，也笑一个没有。1、2、3，好，走。对，照片出来。对，那张一定可以去洗。对。那接下来的故事也是换驾照，因为换驾照的时候你要去线上填一个体检表，我记得蛮贵的，30-40欧。那你就是去打勾说，你有没有眼睛疾病？没有，然后什么什么，你自己打没有。但是呢，如果你有一些，你有一个勾不确定，或是有状况的疾病，他就要求你去做检查。对，他检查那些东西都是自费的。对，所以这个要跟大家提醒一下。可是该做还是得做。对，那个健检表是这个目的，这个用途。对。因为真的是我们那个朋友，他其实就是近视，然后有戴眼镜，不是没有什么特殊额外状况。是他勾的时候可能自己勾，有眼睛怎样，他就被要求去检查，然后他就自费啊，很贵吗？我忘记不便宜吧，荷兰的不会太便宜，反正就是你的换驾照的有 delay 而已。那现在讲讲买房子，就是有一个朋友他们，因为荷兰房子最近房市很热嘛，对，应该我们这区嘛，还是全部都蛮热的。那房子就是 bid 嘛，可能1个礼拜大家讲好哪一天最后投票日期然后投票完以后就开标。结果他们因为大家会刻意在最后的 moment 才投标，因为怕你的底价被泄露。泄露，对，那边就会给你多一点点抢到标，所以大家是最后一个 moment 抢标。大家都这样哦。对，这是一个手法。反正他们就投标完以后，那房仲就跟他说，突然要改那个结标时间，这是合理的吗？就再延不知道几天，然后后来他们发现，他们抢标的那一次他们是最高标，然后延了几天后导致他们没有抢到那个房子。那他等于是投了以后，卖家就知道，就很容易被泄露出去嘛。可是这是合理的吗？我不知道合不合理，但你不会因为这样子去提告什么的，因为我们对啊，人生地不熟的，但是衰也是可以这样衰的。蛮衰的，对，就是明明就是最高标，就是没有缘分买到这房子。我觉得就是这样想，就是没有缘分。身边听到蛮多 case 的，就是来荷兰你不是买房，大概就是租房。但听到蛮多状况，在荷兰退租的时候遇到问题，就是对，我不知道是风俗民情不一样还是怎么样，就是感觉他们退租的时候检查比台湾严格很多。对，但是我最近也有听到一个朋友是完全全身核退的，但我都觉得普遍来说。好像比较严格，因为通常听到人家说他最近退租房子，你第一个问他说：“你保证金有全拿回来？”对。然后你不会这样问啊。而在这里，我不管是国外的家，就觉得保证金被扣，你只是被扣多还是被扣少而已。对。然后你也听到人家说：“我现在退租房子，所以要回去打扫。”对，就是真的是很认真打扫。这边是认真打扫，而且甚至会请专业的打扫的人来打扫。他们是那种干净到你玻璃的外面内都要擦非常干净、倍儿亮的那种。对，他们是真的。很像样品屋的房子的那种等级。对，所以这里租房子退租的时候要特别注意，然后你入住的时候也尽量全部都录影，然后你打扫完也全部录影，保障自己的权益啦。对，就是到时候才不会弄得不清楚。对，事情就是我朋友他骑着电动车回去停嘛，然后隔天早上起来，他的电动车剩下轮子，隔壁的车少了一颗。对。还抽了一台车走了。对，所以关键在于在这里锁车，千万不要只锁轮子，这是很容易发生的事。这边锁车需要一点技巧。对，你要锁你的车架跟旁边的固体。你不要只把轮子跟旁边的东西锁在一起。你很容易剩下轮子。对，在台湾真的没有这习惯。在台湾我已经回不去了，可能就是已经太习惯锁车这件事情。以前是没在锁车的，对不对？有，我很少啦。以前就觉得脚踏车停外面，你发现不会有人偷。安全帽是不会有人偷。对啊。好，那最后分享一下我们在这里流浪那一段日子的故事。可能之前有讲过，有很鬼故事吗？有鬼故事啊，我只是单纯觉得印象深刻，也蛮鬼故事的因为我们那时候在比较偏远的度假小屋住嘛，然后好死不死遇到下雪加罢工，
哦，对，这很困难的。不是，我们还没车。对，下雪罢工没有车，因为我们车就是因为刚刚前面的事情给卡住了。对，然后冬天嘛，早上起来都还是天很黑，然后走到那个很大的大公路旁边等车，然后飘着雪，然后因为罢工，所以你不知道车什么时候会来 ，app 都是失准的。然后我还记得每天都等了30-40分钟，对，等到都有幻觉，就是那台车看起来像公车，像龙猫公车，对，就很兴奋。来了之后到底是不是公车？那也不是因为我这么想要去公司上班，也不是一定要去公司上班，而是因为我要进城去采买。对，那时候因为我们没有车，然后因为你度假村，原则上就是你周遭不会有什么便利超商的地方。对。然后加上度假村里面其实有贩卖部，但是通常卖的东西品项少，然后也比较贵。品项少是主要重点。对。你不会拿它来当每天晚餐你要煮的东西。对。所以那个崩溃爸每天是拉着行李箱，然后在那边冰天雪地，然后下大雪黑不拉几的，然后那边等不知道会不会来的公车。然后重点是我还要换车，意思是说等一次就算我要一天要等，一趟要等2次，回来再等2次。对，然后不知道什么时候来的公车，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到了家，然后每天要带物资回家。好处是那个啦，你的东西不会坏。好处是现在可以在这边讲这个故事。那时候真的是很苦难。对，我现在能笑谈论这件事情，都是因为当初苦过来了。对，就是也是比较心态啊。大家知道大家都过得这么辛苦，你还在遇到一些小挫折，你觉得其实也没有什么，大家都是这样苦过来的。过以后你就会在那边变成一个故事，可以就会坐在这边讲故事给大家听了。对啊，对。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那其实这整个从入境荷兰，然后到没有办法到很后面，但就是初步几个一些阶段，我们都有整理在部落格，然后每一个 step 都有相对应的影片，大家其实可以参考。然后加上这边鬼故事，我觉得有一些题外的插曲之类的，太细，我们没办法。没办法巨细靡遗啊。但是，如果想要了解更多，就可以私讯我们。对，或者遇到什么状况，我觉得可能很多人都遇过。对啊。那也欢迎，就是之前有遇到很多很神奇的鬼故事的人来留言投稿。对，会觉得怎么我人生发生这种事情，然后非常痛苦的时候，非常欢迎你来分享一下。其实搞不好大家有很多人都跟你一起都是这样子的，你就觉得你不孤单。怎么只有你遇到这样子的状况？我们现在在比谁的居留证是最久拿到的。我们现在听到1个多月的，对，1个多月的，那看看有没有人可以更久。有什么不开心的讲出来，大家开心一下。对，大家都是这样子，对，然后也可以互相帮忙啦。好，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如果喜欢我们，就记得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See you，拜拜。